4月10号前后，《华尔街日报》呢刊发了一篇关于公海自由航行的长篇报道。文章的主旨呢很明确，先把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收费站说成全球贸易的最大威胁，话锋再一转，暗示中国可能在台湾海峡照搬伊朗做法，甚至援引美方人士的话，直接点名中国。整篇报道呢看下来，只有一个问题，他刻意回避了一个根本性的追问：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大家好，我是谢飞，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2月28号啊，美国和以色列呢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那么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在袭击当中遇难。此后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禁止商船通行并对多艘的民用船只发动攻击，还在这个海峡水域布设这个水雷。根据科普勒公司的数据呢，在3月1号到23号这20多天里边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呢只有144次。跟这个冲突爆发前相比，直接下降了95%呀，那可称之为这个断崖式下降。要知道呢，冲突没发生的时候，每天大概有138艘船就是从这条海峡经过。那这里呢，承载着全球差不多20%的海运石油贸易，地位有多重要，可想而知。那么在4月7号呢，在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当中呢，巴基斯坦呢从中斡旋，双方达成了为期2周的停火协议。可没想到，伊朗紧接着就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放进了谈判条件里，要求每天允许通行的船只控制在12艘左右，而且船方呢得用这种加密货币或者人民币这个交通行费。有报道说呢，每艘船的费用最高能到这个100万到200万美元。到了4月8号，当天呢只批准了4艘船通过，创下了4月份以来的最低纪录。现在呢，海峡附近还有超过425艘的油轮，近20艘的液化天然气船排着长队等着通行。那说直白点，霍尔木兹海峡今天这个局面，就是美以军事打击直接造成的。伊朗呢封锁海峡，说白了就是被大规模轰炸之后没办法才采取的防御性的反制措施。可是呢，我们看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压根儿不提这个前因，就盯着伊朗收通行费这事儿大做文章，刻意渲染。那么这种断章取义的套路呢，跟以色列掩盖这个巴以冲突根源的说法应该是如出一辙，就是永远只说别人反击，绝口不提自个儿先挑衅。那更离谱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篇报道呢，还没凭没据的就把这个中国和伊朗呢给绑在一起，暗戳戳的暗示中国可能会在台湾海峡这个有样学样，是吧？学着伊朗的样子收通行费。文中呢还引用了法国一位这个海洋法的专家的话，说伊朗设收费站可能会让中国得出类似的结论。这种推论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事实依据。中国从来没有限制过任何国家在台湾海峡的这个正常的通行，恰恰相反，中国一直都是航行自由的维护者，也是受益者呀。要知道，中国呢是1/3的这个进口原油都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过来的，咱们呢比谁都希望这条航道能一直的畅通无阻，根本就不可能做出这个破坏航行自由的事儿。不过呀，这个《华尔街日报》呢，一门心思的替这个华盛顿操心，大概是忘了翻翻美国自己的老底。什么老底呢？那事实就摆在这儿，就是美国到现在都没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是反过来却拿这个公约呢去要求别的国家遵守，荒唐不荒唐？就像中国外交部门多次指出的那样，美国呢，就是只想享受公约带来的好处，却不愿意承担公约规定的义务，那这不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吗？我们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2025年3月14号，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呢正式启动了对全球的这个7大关键航道的专项审查。这7大航道呢，包括像什么英吉利海峡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和北极航道。审查的这个目的呢，就是看外国的法规和外籍船舶的运营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对美国的航运不利。而且呢，这个委员会呢还被授权，只要认定存在不利航运条件，就可以单方面的采取行动，
包括什么呢？像限制、禁止甚至扣留相关的船舶入境。这还不算完，从2023年开始，美国国会呢就一直在推动海上封锁相关的立法，已经签署生效的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里边还明确写入了授权美军进行海上封锁的条款，就是允许美国呀在特定情况下封锁竞争对手的海上油气进口的这个通道，尤其把目标就对准了像马六甲海峡和南海。那么美国国会呢还要求国防部评估对中国实施化石燃料进口封锁的可行性。说白了就是美国一边呢指责别的国家说威胁航行自由，一边呢在这个法律层面为自己封锁他国航道呢铺好了所有的路。那这就是典型的以己度人，就自个儿心里边总想着控制航道封锁别人，就觉得别人肯定也会这么做。其实呢，美国这个自身长期以来就一直把这个公海武器化，把这个航行自由呢工具化。从这个上世纪的70年代末推行的航行自由计划呢开始，美军就打着个维护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全球各个关键水域搞这个军事施压耀武扬威。那么眼下呢，从对这个全球7大航道的这个专项审查到法案里边的这个白纸黑字封锁授权，再到4月11号呢，这个美军驱逐舰强行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打着所谓的自由航行的幌子挑衅，美国用实际行动就证明了，它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愿也最有能力控制全球航道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华尔街日报》呢却把这脏水泼到中国和伊朗身上，这不是倒打一耙是什么呢？目前美伊谈判呢已经在这个伊斯兰堡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呢是这次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当然，我们看到第一轮谈判大家这个不欢而散没谈成，可是呢没谈成却谈了10几个小时，按说是直接拍桌子走人了，那说明还是谈成一些。至于说这次呢，可能这个双方呢围绕着几个核心的要点，比如说对于这个浓缩铀的问题，那美方认为说你要全部交出，可是对伊方来说呢，恐怕现实这个状况来看，那对于他们来说，长期拥核一定是必选项。所以在这个时候，伊方会愿意把浓缩铀交出吗？我看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导权。这个伊朗认为必须是自己牢牢掌控，而美国显然是希望和伊朗来做个交易，双方呢共同来掌握。恐怕这个伊朗方面这个最起码目前没有答应。从现在来看，双方释放的态度，一方面是双方完全没有谈成，可是如果双方这个彼此的分歧非常大的情况之下的话，可能就一拍两散，直接走人了。但是没有，双方好像似乎第一个谈的时间非常非常之长，第二个双方即使是展示出好像没有谈成，但是双方走开之后呢，也没有去放任何的狠话。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个存疑，有可能双方带着各自谈的这个结果回到国内，然后呢再跟自己的这个掌权者再深入探讨一下，看看对方开出这个条件哪一些是可以达成的，哪一些是完全不行的，还有哪一些是存在谈判的空间的，然后呢再开始双方的第二轮谈判。所以呢，总比完全没有谈成，总比关系又重新恶化的要强。目前来看，还仍处于建设性这么一个范畴之内。好，那么话题呢重新回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未来的全球航运秩序将走向何方呢？关键不在于哪个国家的军舰多，哪个国家的法案更霸道，而在于大国是否愿意真正的尊重国际法的规则，真正的维护航行自由。那么至于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类报道呢，提醒大家一句，读的时候不妨多问自己一句，他故意没告诉你的那些真相，往往比他刻意告诉你的内容重要的多。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希望各位呢点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